来，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泰坦模型出品的这一款重涂版的百兽王战神金刚的一个黑色的一版本吧。之前吧，这家其实还出过一个金属配色的版本，这回的黑色版本盒子也是一个黑白画风的一种感觉吧。配件内容：一把巨大的光芒神剑，电镀的处理黑色的握把，然后这把双刃剑，这个好像叫做旋风激光剑。然后还会带一对小卡子，这个就可以把光芒神剑连同它的旋风激光剑这些一起卡起来，卡在后背上。好了，搭载上去以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了。不过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么搭载你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还挺碍眼的，尤其屁股下边耷拉着这么大的一坨我们还是把它摘掉吧。其实这一款暗黑配色的版本实物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它全身上下也是上了这种黑色的漆面金色的点缀，大腿这个地方采用的是一种磨砂的处理吧，这个漆面喷上去以后的效果也挺好看的，而且全身上的一些细节的点缀也都是涂装涂出来的，非常的漂亮。以前我记得原色百兽王应该是一个类似像佐罗一样吧，眼睛上面戴了一个眼罩的涂装是蓝色的点缀，头顶一个红色的一个小红点吧。而这一次暗黑版本呢，脸上取消了这个蓝色的涂装，但这个刻线还是存在的深灰色的这种磨砂面，这种感觉处理出来有一种像石像一样的感觉，就好像被美杜莎瞪了以后的那种效果吧。胸口的王国国徽这一回的涂装也是和原色版不一样的，狮子的眼睛是内嵌式的分得见处理但是四肢因为这回暗黑的配色是一个统一的黑色效果所以基本上区别也并不大。腿部的分色涂装点缀也是以黑金为主，银色和红色作为一些细节的调整吧。但是这款百兽王的整体造型来说，我记得第一次在玩这个原色的时候，我就说它为什么双手双脚是同模的。其实百兽王我们想着古早的那个最早版本的时候，两个狮子胳膊一个方的一个圆的，而且黄狮和蓝狮之间，黄狮有一种鬃毛的刻画嘛，所以区分还是挺大的。招财猫的那个可分体的小比例百兽王的时候，就突然感觉为什么那个明显就是和泰坦模型的出的这一款的造型是一样的，几乎是出自一个设定的系统然后我就当时自己有一点质疑了，我说会不会这个东西是某个画师或者说是后续的一些作品，甚至一些同人作品所画出来的，所以呢可能也是自己孤陋寡闻了。到了后来也是在私信里有一个朋友提醒我说，这个可能是之前的一个韩国画师作画出来的一个同人绘所以呢这个双手都是方的，还有这个黄狮的造型和蓝狮差不多，这个应该是出自韩国画师的那个画笔下的一种感觉吧。所以呢也是感觉招财猫和泰坦模型应该都是延续了那个画师的一个画风吧，所以它做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造型。但整体来说的身形比例还是非常漂亮的，它基本上是属于在原版的百兽王基础上做了很多的修正包括加粗了腿部以及胸口腰部这一块比例的一个修订之后，就让这款百兽王显得更加的精神了一些了吧，包括像符合现在的一些人审美的那种肌肉质感。细节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翅膀中间其实是有一个齿轮的机构，也就是说你转一侧的时候另一侧也会跟着旋转出来，这个在原色版的时候我们展示过。但是这一回的这个暗黑版中间的这两根轴的紧实程度比原先的那个要紧很多，所以你转动这个的时候转到这儿你就转不动了，就感觉卡住了，其实是中间的齿轮机构的原因导致的，而且是因为这两个轴太紧的关系，所以你要是撇这个东西的角度的时候，一定要两个同时施力向同一个角度去摆，不然就把中间的齿牙崩掉了。脖子部分的关节360度旋转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做了独立的抬头，是两段关节这个地方脖子这里可动的范围还是挺大的。肩膀的部分齿轮关节是明齿轮而且紧实的程度很好，抬胳膊也能基本上举平。同时这个肩头的地方还有一个外扩的关节，也是为了组成光芒神剑的时候两个狮子头对在一起做了一个多段的活动范围。二头肌的旋转360度，胳膊肘可以屈到90度左右的范围。手腕这里有一定的活动旋转，同时还有一个往内收的关节。狮子的嘴都是可以张开的。弯腰关节这里做了两段，
从胸口往下折，然后腰部这里再折，所以大概可以弯到20-30度的样子吧。同时背后这里也不会显得脱肉啊。左右旋转关节这个地方只能到这么大的幅度了，各30度左右吧，加起来60多度的一个活动角度啊，因为会被边缘这个地方阻碍到。左右的裙甲是没有活动范围的。裙甲打开后，前踢，虽然这里是一个齿轮关节啊，但是这条腿太重了，基本上这里边的骨架全部都是合金件，所以支撑起来呢，目前踢起来看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一晃悠的话，它会掉下来。后踢也是同理，确实因为这条腿太重了。侧踢会比前后踢好一些，这个齿轮要更结实一点吧。但是呢，侧踢的这个看起来更结实，但是因为这个齿牙过大，所以导致了齿与齿之间有一点点的虚位。不过你正常站立的话 ，A 字接地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膝盖部分这个关节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包括大腿后边这个黑狮的后足的这个刻画，虽然它不能分体，但是把一些细节给你演示了出来。下方的这一段大齿轮关节，基本上这个关节就已经可以屈到90度了，而且前方这个地方的一个零件也是跟着联动的，膝盖的联动，然后上边的这段关节联动的是大腿外甲，你在折动的时候这块就跟着折下来，而且声音特别的好听。这个齿轮关节是金属的弹簧齿轮，很喜欢听这种叮叮当当的齿轮关节啊。脚踝的左右接地，这里也采用了齿轮，大概有2齿，包括脚部的狮子嘴也是可以张开的。大脚前后还有一个活动的范围，让你摆出更多的接地姿势。胯部后方这里还有一个下托的关节，现在这种可动的合金成品吧，基本上都会用这种外托关节啊。胯部脱下来了以后，第一个是为了辅助你的弯腰，可以弯到更低；第二个让这个腿部的活动范围也增加了更多嘛。但还是因为2条腿太重了，所以这个胯部的关节虽然里边也有齿轮，但显得不是很明显。不过上半身比较轻，还好吧。我之前忽略到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腰部这里其实有几块，大概3块吧，它其实是挡螺丝孔的一个盖板。原先竟然把这个地方忽略了，但如果说它这个是一个暗黑，所谓如果玩变形金刚的话，你把它理解为暗黑休眠配色的话，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致命伤呢？因为有肩膀的这2个关节存在，所以它组成光芒神剑的时候，手部的2个狮子头可以很轻松的对在一起。光芒神剑咬在手上的话，稳定性还可以吧，夹的还是比较紧的。加上胳膊的一个活动范围，所以摆一些经典的 pose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并没有附带支架，所以这个抬腿跳劈的姿势一定要找好2条腿的重心。这个腿毕竟太重了嘛，抬起来的话，如果你不是平抬，屈起腿的这个膝盖的部位的时候，这个胯部的支撑还是可以的。因为可动性也非常良好，所以再加上修正了美型之后，让这款百兽王摆出一些经典的 pose 的时候也是非常漂亮的。另外可能因为是暗黑配色的关系吧，这一款百兽王的这张脸看起来是要比原色的那个更好看一些，甚至说更凶狠一点。所以总的来说吧，一款基于泰坦模型之前出过的一个重涂配色暗黑版的百兽王战金刚，整体的感觉还是挺帅的，而且这一回身上的大部分的漆面是带有磨砂质感的，全身的配色黑金为主，会显得高档许多。虽然并不知道这个暗黑百兽王有什么出处，但莫名的觉得这一款会比原色的那个红蓝黄绿的看起来要顺眼很多，甚至说更帅气了一些。你可以把它当成镜像的百兽王反派的一个 boss， 甚至说黑狮的驾驶员挂掉以后从地狱爬出来，用黑狮的主座驾，然后感染了其他的4只，最后通体变成了这种黑金的感觉。当然这个是脑补出来的剧情了，但这个样子其实设定也蛮带感的嘛。总的来说，这一款泰坦的百兽王对于一个这么大比例的一个成品的合金玩具来说，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唯一可惜啊，本身这个设定倒是挺帅，
就是能不能分体出来。当然，手与脚之间的同模原因呢，这个第一个可能是为了厂家省钱，第二个，这个具体还真不知道这个出处的问题啊。就像刚才说的，有可能韩国的这个画师当时画出来的这么一个同人本就是这个样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吧，目前看起来的帅气程度还是可以的。总的评语呢，优点方面，造型很帅，黑金的配色又显得很高档。其实按实物看的效果，我个人感觉是要比原色那个漂亮许多的。缺点方面啊，齿轮关节虽然做了非常的多，基本上每个关节都做了齿轮，而且身上的合金架啊，包括它的合金骨架，拿在手里边还是非常有分量的。但也确实因为两条腿太过重了，还有就是胯部这里稍微有一些虚位，胳膊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背后看起来其实这些刻画的也不错，但是如果说武器搭载在背上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影响美观。所以呢，这一款其实性价比还可以。如果说你能接受这种魔改画风的话，这个摆在柜子里边也是挺漂亮的。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